此时竞拍台上的一道光芒如碎玻璃般瓦解，在众人面前显露出那巨大的残破神域。他孤寂地悬浮于神脉会巨大广场的虚空之中，仿佛一个被遗忘的神域，不完整的边缘如断崖般参差、哀伤而神秘。其中的建筑奇形怪状，有的高耸入云，有的破碎不堪，它们以一种扭曲的空间排列，仿佛随时都在重组与崩解。一股令人窒息的力量在神域内弥漫，它既神圣又狂暴，如暗涌在时间穿行，无声却充满威压。这力量仿若有着生命，不断地在废墟间游走，使得光影变幻莫测，时而明亮如昼，时而昏暗如夜。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力量的常年照耀之下，使得每一块石砖都显露出古老而复杂的纹路，每一根柱子都似乎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往事。任何闯入这片领域的生灵还是神灵，都会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，仿佛自己的灵魂或者神魂都会被那恐怖的力量消灭。此时，即便是站在这残破神域之外的众人们，也能感觉到其中那恐怖力量的波动，如同潮水般冲击着他们的意志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与窥探。即便是大道主神，在他们的眼神中也流露出一丝凝重。这神域虽然残破，可是我居然感应到了能够让我的大道神力都被压榨不胜恐怖力量。花仙子云韵一脸凝重地望着那虚空上的残破神域。不仅是花仙子云韵有这样的压迫感，就连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三人也同样有异的感觉。这神域似乎非常的不简单啊，即便是残破，就已经让我感到一丝忌惮。如果是完整的神域，真的很难想象出将会是何等恐怖的存在。萧炎也毫不夸张地说出了残破神域的恐怖之处。灵动虽然没有言语，可是他的神色异常的凝重，一旦踏入这片神域中，便如同步入了让他都束手不测的世界中。天鼓一落，残破神域在众人看到虚空中的残破神域，同时一股强大的波动从神域中不停地散发。虽然很垂涎其中的力量，可是刚刚神脉师口中所说，这东西好像是天古纪元时期残留下来的东西，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，而且只有修为实力达到造化极限主神层次，方才能够催动神域中的力量。可是如果实力并没有达到催动神域的要求，即便里面的力量再强大恐怖，也不能为己用。可是现场的这些人，其修为只有天位神、半道神以及大道主神而已，造化极限主神才可以催动这神域，似乎对他们来说毫无益处啊！各大势力强者议论纷纷，虽然此物很强大，可是并不太适合他们，气氛也从开始的激烈高涨，慢慢的熄灭下来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、花仙子云韵也将刚刚投射在残破神域上的目光渐渐的收回，刚刚隐隐间感受到其中的一股极为恐怖，并且使他们前所未见的力量。如果将这股力量为己用，的确可以是无敌般的存在，但是却与他们所修之法完全不同，即便得到了也没有任何作用。况且这东西似乎需要门槛，而那门槛还不低，需要修为达到造化极限主神。这个门槛放眼整个如今的大纣都是不出一手之数，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就是毫无作用。现场的气氛也因为门槛太高的原因陷入了一度低迷。然而就在现场气氛低迷之时，在现场的某一处位置上，他们身着华丽的长袍，周身隐隐散发着强大的周星意志的波动。他们正是来自四大超神巅峰势力之首神罗殿的数位神斩们。他们的目光投向那残破不堪的神域，仿佛看到了沉睡在血脉中的古老记忆苏醒，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渴望之光。这股渴望伴随着他们深邃的出价声，一同在会场中回荡。50亿1000万。声音坚定而从容，他们知道这个价格已经足够让他们成功拍下，因为这残破神域的门槛之高，已经不是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将其拥有的，所以也导致了没有其他竞拍者敢于再出如此高价。神罗殿的神斩们对于这残破神域的执着超乎常人，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那片散发着微弱光芒的残破神域，仿佛即将就可以收入囊中。周围的各大势力强者对神罗殿之人出的价格感到惊异不定，他们议论纷纷，眼神在神罗殿的神斩们和那残破的神域之间来回穿梭，试图理解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。而神罗殿神斩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，他们的神情依旧沉稳如山。但对于他们来说，这片残破的神域不仅仅是一件宝物，更是他们彻底苏醒沉睡的血脉，甚至是苏醒通往更高层次的唯一机会。他们相信，只有他们才能唤醒这片残破神域中沉睡的恐怖力量，让它重现在世界的光芒之下。然而那些天罗殿的神斩们端坐于各自的位置上，尽管他们刚刚竞拍成功，获得了精品之物，但残破神域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内心平静。空气中弥漫着古老力量的波动，仿佛有双无形之手在他们心间轻柔的抚摸，引发了一阵难以言喻的颤动。他们的体内血脉如同被某种神秘力量召唤，开始蠢蠢欲动，似乎要寻找一条回归之路。这股力量既熟悉又陌生，让他们的疑惑和敬畏交织在一起。在他们紧紧盯着残破神域时，其中竟是浮现极为朦胧的景象，仿佛让他们穿越了无尽岁月，见到了他们心中顶礼膜拜的大能者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为何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变化？一位神斩低声问道，
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。难道这残破神域中的力量，难道是我天罗殿一直所追寻的起源之谜？天罗殿的大神斩喃喃自语，声音中充满了对这残破神域的好奇疑惑。他们能感受到残破神域中的那股力量正试图引领他们穿透层层迷雾，让其回归真正的起源。然而这种力量也带来了他们的异样激动的情绪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踏上了这条回归之路，便可能是永远无法回头，一举登顶。在这一刻，天罗殿内的氛围变得异常炙热起来，数位神斩们的表情凝固，仿佛面对着一场无法逃避的命运抉择。而残破神域中那隐约可见的朦胧画面正缓缓旋转，发出诱人的淡淡光芒，引导着他们一步步走向起源的深渊。看来这东西对我们极为有用，必须将其拿下。天罗殿的一位神斩站起身来，他的声音如同洪钟大雨，响彻整个神脉会现场。51亿！这一声像是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，瞬间激起千层浪，现场顿时炸开了锅，议论声、惊讶声、质疑声此起彼伏。神罗殿的人面面相觑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竟然还有人与他们竞价。当即，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不可思议和深深的疑问：天罗殿他们为何会参与出价？这残破神域的门槛，对于即便是天罗殿的底蕴，都似乎无法达到这样的一个门槛。神罗殿的三神斩低声疑惑地喃喃道。而随着天罗殿的出价，所有人的似乎闻到了一触即发的激烈竞价。他们本以为这一轮的竞拍已成定局，却没想到天罗殿的出手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测。他们的心情复杂，既诧异又有些期待。这场竞价的好戏，他们自然不愿错过。这是两大超神巅峰势力间的竞价对决吗？看起来会非常的精彩。众人的眼神在两个势力之间来回穿梭，等待着一场好戏的开始。就连那些已经退出竞争的各大势力，也不禁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吸引，重新燃起了兴趣。随着天罗殿的出价，现场的气氛又变得异常的紧张起来。而神罗殿的几位神斩们用锐利的目光直射天罗殿那些神斩身上，可是后者也不甘示弱，一道充满强大气息的眼神回敬过去。神罗殿的底蕴的确是在四大超神巅峰势力中最为雄厚的一方，可是他们天罗殿的底蕴也不逊色多少。况且天罗殿与神罗殿本就是不怎么友好，这一次以竞价的方式来证明两者之间的财力对决。下一刻，神罗殿的大神斩缓缓开口，声音平静而坚定：52亿。他的目光扫过天罗殿的每一位神斩们的脸上，似乎在等待着对方的回应。天罗殿神斩们威严的脸庞上闪过一抹不容置疑的决意。这东西我天罗殿志在必得，55亿。他们的声音如同冬日里的寒风，冷冽而肃杀。对面的神罗殿各大神斩也是不惧半分，唇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。和我们神罗殿比拼财力底蕴，即便是你们天罗殿也不行。接下来就让你们瞧一瞧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现场众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这场超神巅峰势力之间的财力较量与期待。而竞拍台上的神脉师站在一旁，他的目光穿梭于竞拍双方之间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对于他而言，这一轮的竞拍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竞价交锋，更是神罗殿与天罗殿这两大超神巅峰势力的浑厚财力展示。他渴望看到最终的价格，也渴望超神巅峰势力的真正财力是多么的雄厚。每一次价格的跳动都像是在他心弦上跳舞，让他既紧张又期待。最终，当100亿这个数字响彻整个神脉会现场时，所有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位出手阔绰的神罗殿的大神斩身上。这一刻，全场陷入了短暂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哗然的欢呼声与掌声。天罗殿神斩们的脸上写满了对神罗殿的出价震撼。原本以为神罗殿最高点也就只有80多亿左右，没想到这周竟然直接干到了100亿。这100亿圣元相当于1000亿枚神器丹，这庞大的数量，即便是天罗殿都拿不出来。可是神罗殿竟然足足竞价到了100亿，可想而知，神罗殿不仅资源底蕴比天罗殿强大，就连财力底蕴都比天罗殿强大。此时，神罗殿的神斩们依旧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模样。他们的胜利不仅拥有了这道残破的神域，更在于展现了他们神罗殿丰厚的庞大财力。而在这一瞬间，神脉师心中对于超神巅峰势力神罗殿的认知也被重新定义了。这100亿足足也已经是在堪比皇国中1/3的财力底蕴了。要知道，皇国巅峰时期的底蕴可是能够和神界域的那些神族对抗，如今虽然范围缩小很多，而拥有的财力依旧是9大界中最富有的存在。